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569期迷彩虎讲堂，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迷彩虎。前不久，咱们在沙漠种植水稻，让迪拜人叹为观止。同样的，在迪拜沙漠种菜也是一把好手。曾有温州商人克服了迪拜沙漠中水和土2大难题，种出了黄瓜、西红柿等40多种瓜果蔬菜，每天数吨的出产量，供应着迪拜80%的华人和中资企业、高档酒店，货品供不应求。还有咱们援助非洲的维和部队，在非洲土地上把自己的菜园里里外外打理得井然有序，里面西红柿、冬瓜、黄瓜各式蔬菜应有尽有。而且因为非洲土壤肥沃，种出来的菜一个比一个大，各国的维和部队都被中国军人惊呆了。后来一到中国军人开饭时，他们就都忍不住带着牛羊肉过来蹭饭吃。一开始非洲人还不理解，等到菜种好了，他们才明白这些都是能吃的啊，都能当粮食啊。于是他们也纷纷开始和中国人学插秧、学耕地、学种菜、学开拖拉机。他们十分喜爱这些外来的物种，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食用。黄瓜很受欢迎，我国作为配菜的辣椒，当地人会像吃水果一样摘下来就直接食用。但后来他们不光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有了自己的农贸市场。有的中国人发现了商机，靠着在尼罗河畔种菜种成了大富翁。当然，只是在非洲种菜怎么能满足我们中国人呢？各种恶劣的条件更是不能阻挡中国人种菜的脚步。在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的纳曲军分区驻地2米多深的冻土层上，咱们的解放军官兵用人工换填土质的方式，3年换填土质6000余立方米，修建温室23栋。如今藏北高原年年瓜果飘香。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主壁礁上，守防官兵种出6亩多菜地，2个多月出一茬菜。菜地种过的蔬菜品种已达30多种，旺季时节每天可提供200多斤瓜菜。即使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照种不误。一群中国留学生的家长在耶鲁大学的一处荒地上种起了韭菜、香菜等蔬菜，并最终发展成一块块菜园。校方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处罚，反而表示非常支持。如今该校部分食堂的食材都来自于这个中国留学生家长从零经营起的小菜园。在南极和太空，中国人就绝对是在用智慧创造种菜环境。江西医生在南极中山科考站不仅给队员看病，更是成功培育出了菜园。菜园中的蔬菜多种多样，连旁边国外的科考站也都争相来中山站蹭火锅。甚至在遥远的外太空，也有来自中国的种子再次生根发芽。几千年以来，种菜包含着中国人的精神诉求，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亲耕，这项充满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令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对于中国的大一统，一直以来西方的研究就没断过。那么中国2000年前就统一了，欧洲为什么却一直分裂？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视频，请大家微信搜索米粉房屋，关注后回复大一统前往了解。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制造食物，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5000年兴衰仍然伫立的4大文明古国的原因。至于说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于种菜的热情依然不减，阳台没盆子没地方，那就在水管眼上种菜，没有水管怎么办呢？就在矿泉水瓶子里放点土种菜，甚至全是石头路没有耕地，也能在上面凿一个地缝种菜，能上9天种菜，能下5阳种菜。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难题是种菜解决不了的。如果种菜解决不了，那就养猪。不说了，我可要赶紧去给公司阳台上的黄瓜、西红柿浇水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国梦，在追纳托的你，怎么能错过这款经典的游戏？游戏由顶级热血国漫《那年那托那些事儿》官方授权，纳托原声配音，作者麻蛇亲自监制，给你带来原汁原味的游戏体验。游戏操作简单，剧情精彩，战争场面极致火爆。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迷彩火军事，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在游戏中体验种花家的漫漫大国路。